穿上它我就已经满分出门了。前胸这么一堆碎，你不用戴胸罩，吃撑了之后你把这个绳解开也特别显瘦，还要配裤子或者配牛仔裤，但是好看的。你可以在脖子上多来这么几圈。之前不是跟你们说它可能有点高嘛，但是真是走路巨舒服，特别的舒适，特别好看。就它真的很适合不管什么样的身材，你买这条绿色的裙子你都会特别的显瘦，你看上去是牛仔，而且你可以正反面穿，至少是有2种穿法的。这一套是我这一季度入的最推荐的。我说你们贵的我想要报警。夏日时髦好物来了，今天都是新旧混搭，就是有今年刚买的，也有去年甚至是前年的好看的裙子，到现在穿着依然很可爱。真的好东西是不分新旧的，能够反复搭配才是王道。就比如说我视频里面穿的这个粉嫩的小上衣，我这件是一个上衣，它还有一个带裙子的，应该是我去年暑假的时候买的，我超级的喜欢。没有记错的话，至少我有1-2个视频是我穿这个衣服拍的。哦，对，我今天推荐的好多衣服都是多种穿法，因为我觉得衣服很重要的一点，你不能只有一种穿法，你要一物多用嘛。比如说我这件衣服前面这个绳做的真的很好，你可以在脖子上多来这么几圈，或者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当了到后面，或者当了到前面，或者在这边系一下，下巴还有一点点这种松松的感觉嘛，所以呢肚子这里有一点点空档，因为毕竟不是每天腰都那么细的，有的时候吃多的时候还是希望这里面有一点点余地。Fabric 家现在还在打折啊，这件衣服我真的很推荐，而且他们家的东西是属于设计感和质量都在线，就是价格你怎么说呢？可能跟普通的快时尚比的话，肯定是稍微有一点小贵，但是他们家应该不算快时尚，因为他们都是找的 designer 来做的，属于价格非常合算了。尤其如果你平时喜欢买一些 designer 品牌的话，你会知道他们家的质量真的是很好的。国内应该也有卖，现在应该也在打折，但是北美的官网你可以叠加我的折扣码嘛，就是它又在打折，然后我的9折码也可以用，所以还挺合算的。他们应该是8月中旬就没有了。我先来说几件他们家我去年入的，这次我带回来上海再穿的衣服，然后再说几件我这次新买的，因为他们是今年在那个太古汇开了一家店，就是我已经去逛了好几次了，特别好逛。然后呢是这个小包包，这个包我去年给大家推荐过那个正反面皮的嘛，哇，今年夏天出来这个我都受不了了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的实物就是在太古汇那家店里面，超级的好看呢。就它设计这个形状呢，它和那个里外都是皮的那个是一样的，但是它这个是草编的，所以它比那个轻了很多，然后超级夏天的感觉。我甚至怀疑这个包是不是也可以正反面背，我一会儿把它掏出来看一看，因为我发现它里面是有这种设计的啊，不然的话它应该不会在这里面设计，所以说不定也是正反面的。天哪，这个真的是正反面的，就是里外面的，它是可以掏出来的，感觉多了一个包。但是说实话，确实好像那面好看一点啊。它这里面带一个肩垫儿，背到那个身上很舒适，不会觉得特别的重勒肩膀。然后它中间也是可以收一下，包会变小一点点。但是我提醒大家注意，上海现在下雨下的很大嘛，就是真的就每天在看海。我就是把这个包弄成了这样。再背，因为它收小了嘛。然后因为就是我左手打着伞，右手背的这个包，我拿手机的时候下意识的往这里面放，可能就放到了这儿，它吧唧一下就滑到地上了。还好声音大，不然我这手机就没了。所以我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如果你中间掖着放的话，拿东西的话一定要小心。这个是蕉下的眼镜，超轻的，我已经戴了4年了。4年前做那个坎昆好物的时候买了这个眼镜，这个眼镜甚至在官网上已经没有卖的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你只能买别的颜色了，这个颜色已经没有了。但是这个型特别好看，因为这个型我有好多，超喜欢。可以把眼镜放到侧面，好时髦，好洋气。这条绿色的裙子是我2年前在坎昆的时候穿过去的，我去年夏天有带回来穿，今年夏天我也带回来穿。它那个肩膀嘛，就可以把它放下来，2个肩膀都露出来，你也可以只露一边肩膀，你也可以不露肩膀，作为一个短袖裙子一样穿。然后它的这个花纹真的超级的好看，它这个前胸这么一堆碎，你不用戴胸罩，而且也不会凸点啊。我基本上就不穿胸罩，我这件衣服可能里面会贴一个那个小贴，但是我不喜欢穿，尤其夏天穿胸罩很难受，然后再加上你穿这种露肩膀的衣服怎么穿嘛？你即使不戴胸罩，前面这一坨也很好看，然后它那个掐腰特别细，相信我，你不管什么样的身材，你买这条绿色的裙子，你都会特别的显瘦，也是属于那种吃多了不怕，毕竟40了嘛，就是你就会觉得有一些肉就藏不住了。30出头的时候，我还有那种想法，就是我要穿一个紧身的衣服，这样呢，穿着它我就知道我要少吃一点，警示我自己。我现在就有一种活明白的感觉，我觉得不需要，勒得我肚子很难受，我又不能吃好东西啊。它是2年前的款了，所以它现在在打折嘛，真的是很好看。然后还有一件是这个多墨风的这条裙子，我6月份刚回国的时候我带回来的，然后中间因为我老公来回美国好几趟，所以我就让他帮我带回去了，就是因为我已经穿的不能再穿了，我在日本就一直在穿，然后我在厦门也在穿。我非常推荐的就在于系上绳呢，它就是掐腰的了，你掐着腰去吃饭，吃撑了之后你把这个绳解开也特别显瘦，应该也是我在海边特别出片的一个裙子，每年夏天的时候我都会拿回来穿，外面套一件小西装，都非常的有这个混搭风，它既有度假风呢，还有一点点小正式，我还挺喜欢的，也是
打折也非常推荐啊！我太喜欢 Fabric 裙子。然后是几季我这一季新入的也在打折的。首先是这个天丝牛仔套装，这个衣服真的你看上去是牛仔，你觉得可能很厚重，是不是？其实非常的软，非常的舒适，而且不容易出褶子，很轻，很透气儿。我有好几个机场的 look 是穿它的，可想而知它有多舒适。我建议你上下2套都买，但是如果你只想选一个的话，你就选它这个裤子。这个裤子呢是可以收口的，它有2个金属扣嘛，可以根据你的脚脖大小，你可以收口收出不同的效果。然后你可以散下来，散下来就有一点那种很 flowy 的感觉了。但是我觉得收口是特别好看，就它有那种灯笼裤的感觉。你底下穿那种运动鞋呀，还是说你底下穿那种小凉鞋，这牛仔裤真的好舒适好百搭。你穿它坐飞机没有问题，因为它裆那里很松。我是喜欢裆长一点的，因为不然的话勒得我总觉得难受，真的是没少穿。就可以看我在上海的街拍，然后我还有在福冈在日本的时候的街拍，太时髦了，很好看。然后你配不一样的首饰，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。这个上衣也可以单独穿，这一套是我这一季度入的最推荐的。然后是这个 Zimmermann 风的连衣裙，这个连衣裙其实它有一系列下腰的长裙，我当时在店里试了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喜欢，短裙比较好看，就是因为它短裙是这种特别随性的感觉。现在买连衣裙，我想的是我披上就能走，不想再为这套连衣裙再搭配什么东西了，就是我穿上它我就已经满分出门了，它就可以符合，因为它的这个花纹非常的漂亮。我上一个视频应该就是穿这件衣服录的。Zimmermann 大家买过吗？就是它有贵的有便宜的，它就是那种1000刀以上的 Zimmermann 的感觉。就如果你买过 Zimmermann， 你一定知道我在说些什么，很多细节都做得非常的好，就它的细节是满分的。然后它这个袖子你也是可以当啷下来，你也可以提上去，如果你想要中间加一个腰带的话也可以。但是我这次回国我没有带那种宽的腰带，就是它系细腰带是不好看的。如果你手头有那种宽一点的皮腰带，你把它系到这里面其实是很好看的，就穿了好几次，就是太好看了，价格也是很合算。然后他们也出了一个紫色的这个小马甲，这紫色小马甲特别逗，它跟我好多年前买过一套香奈儿的 bra 特别配。但是我有一天我就这么穿它，我里面穿那个香奈儿的套，然后外面配上这个套，我老公说这好像路飞啊，他一句话我就灭火去魅，我就再也不想这么搭配了。这件衣服还是单穿比较好看，就是你只穿这件马甲你就不要配了，可能也是我配的不对啊。如果你里面有那个领子好看一点的白衬衫长袖的穿到里面，然后外面套它，应该也是很漂亮的。然后我觉得它这种小香风也是夏天穿的好看的小香风，很多小香风你一不小心穿的有点土嘛，或者是说那种tweed编织很适合秋冬来穿，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夏季款的。除此之外还有这条蓝色的连衣裙我也很喜欢，但是我必须跟你们吐槽，就这个连衣裙做的非常的大。一开始我录的是 medium 的，然后后来换成了一个 S， 换了 S 之后我想说这 S 跟 medium 一样大，然后因为换了2次我实在懒得换了。前面的这个腰带做的非常的漂亮，它的刺绣是那种 designer brand 的会用的刺绣，很细，看这件衣服就觉得绝对是很贵的。腰间的装饰前面有一套绳，后面有一套绳嘛，你可以散着穿，散着就那种很 flowy 的感觉啊，非常显瘦。然后如果你想前面有小掐腰的话，你可以把它抡得上来系上，所以它至少是有2种穿法的。它中间这个小滚珠也是可以来回来调的，但是这件衣服就太大。如果你是1.65米以上吧哈，穿这个 extra small 可能可以。如果你是1.65米以下，你就不要想这个裙子了，你穿肯定不行的。你可以看看它那个上衣。然后另外这件刺绣这个砖红色的是上下2身，这个做的非常的小。我一开始入的是 small size， 后来我换成了 medium， 因为它这里有一点泡泡袖嘛，就显得脸小一点头小一点，我很喜欢这种衣服。你可以单独穿下面的裙子，你也可以单独穿上面的上衣，都非常的好看。一身穿呢就是连衣裙的感觉，它是一个套装。旅行的时候我很建议大家买这种上下2身的套装，因为你既可以一起穿，然后也可以分别穿，然后它们互相还可以混搭，无形之中你就多了很多 look 嘛。包括这一件简单偏运动一点的套装，穿旅游鞋很漂亮，你也可以外面配一个运动外套或者配一个小西装都很好，就是所谓的这种新一代的 S flow， 运动之后随便套一件衣服就可以见人的这么一种风格，也挺好看的。然后还有这套丝巾风的这个连衣裙很漂亮，这也非常的大，尽量大家买这种 small 或者 extra small 的，它也是有超多种穿法，而且你可以正反面穿，就是如果你想黑色你就黑色朝前啊，你想白色的风格你就白色风格朝前。这件衣服是我过生日那天我去穿的，搭配的这个311 Philip Lin 的这个小红包，这个小红包现在我不知道是在预售还是有没有补货，但是他们现在预售的时候正好有9折，你既可以用这个75折的码，然后它现在有预售有一个 actual 10% off， 很便宜很合算，红色黑色我都有，都很好看。之前给大家推过那个黑色那一款嘛，我每一次拿出来都被人夸说这个小包真的太时髦了。然后他们这个红色的也很好看，mini 版的就是带绳的，小号的就是没有肩带，可以背到你的肩膀上，我觉得小的好看。就是大家都买那个小那个 mini 特别好看。我还在那个 Zara 店买了几件衣服，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淮海中路新开了一家 Zara 店，我勒个去！我跟你说那家店有多夸张。首先他把那个试衣间放到最顶层，就是很讨厌的一件事，所有的人只能到最顶层去试衣服。其次那排队根本排不到，我看到楼上那个试衣间，我想说算了，我先买了吧，我不行我来退，可能都还可以。黑色的上衣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件前面就是这种风格很 flowy 像蛋糕似的一层一层的这个紫色的短裙，这个短裙我已经穿了
了3年了，也是我的一个 go to 短裙之一，就我不知道穿什么的时候我就穿它。这件紫色的这个小上衣，在我的那个手机相册里面搜，我能搜出来好多好多啊，就是我一直在穿。然后我想在 Zara 买到一个这样的衣服就没有了，因为它前面这种一层一层的，它把你肚子什么什么大腿全部都挡住了，然后特别的显瘦。Zara 再也没有出现过。然后我这次去那个淮海中路那家店去逛嘛，发现他们有一个上衣，这个衣服我根本都不用想，我肯定会买回去的。这个上衣应该是美国有卖的，到时候货号我会放到这里，然后那个链接我都会放到下面啊。可惜呢，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短裙儿，你下面还要配裤子或者配牛仔裤，但是是好看的。它有一点斜，你配个牛仔裤穿是非常显瘦、非常时髦的，大家可以去买这件衣服，可以闭眼入，然后也很便宜。然后我还去蕉下逛了逛，在蕉下买了这么一条小短裤，其实很多我都很种草，但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回美国了嘛，我看了看价格，美国甚至是比国内还便宜，就是有几件衣服是这样的，因为你还能用折扣码嘛，所以呢，我就打算等到美国之后再买，然后到时候再给大家做个测评吧。有些衣服是可能国内有这个款，然后美国没有的。我这件小短裤就是上一季的了，那个店员说这一件就最后一件了，我说买。这小短裤真的很时髦，很好看。然后我买了这件短裤之后，我就在那个防贸里面逛，就正好逛到了 Prada 现在也变了，现在跟miu miu好像，现在就是 miu miu这个倒反天光了啊。虽然他们是一家了，但是现在就是 miu miu更火更贵了。就是我发现它比miu miu还便宜。买了这个黑色的凉鞋，本来我是想买白色的，结果全中国都没有了，然后我就买这个黑色的，超级的舒适。然后我又买了一个蓝色小上衣，买了一个粉色小外套，因为粉色这个小外套呢，它是上一季的走秀款，我没有想到就是这家店里面还有。我当时也是特别的犹豫，说是想买粉色这一件呢，还是蓝色这一件？蓝色也很好看，粉色这个跟我爱马仕的那个粉色特别的像，但是真的上了年纪之后看到粉色就忍不住。后来我就买了一个粉色的外套，性价比还挺高的。你看 Prada 也好，或者是miu miu也好，它有那种针织的小上衣，好贵，小 T 恤13000，小外套19000，一下子这个性价比就上来了。在miu miu买了件小衬衫，真的现在miu miu贵到夸张，有几件这种衬衫外套都要3万多人民币。我说你们贵的我想要报警。这件价格是性价比比较高的，而且我看到中美价格是一样的，因为美国买你还要加税嘛，国内就是这个价格，特别逗。我当时那个买单之前我说等一下让我查一查这个海外卖多少钱，然后我就感觉到他那个店员有一点紧张，然后我说跟美国一样价。那个店员特别逗，特可爱。他说你一开始说要在外网查一查的时候我还很紧张，你说在美国查一查我就放心了，因为他们比我们贵。我也是才发现，至少是 Prada miu miu也好，真的在美国买比在国内买还要贵。但是我也有一点后悔，为什么我在日本没有买，因为日本还是挺便宜的啊。还有这个是我在 Everlane 买的这个小套装，就是我让老公给我带回来，他说你人都不在美国，怎么还这么多东西？我就特别想要一个这种白色的针织的上下的套装，在这边也没怎么看到嘛，上衣加上这个裙子超好看。Arizia 这套亚麻的套装，你看分享的好多都是套装。如果你们看了我的那个 IG Story 的话，可能会看到特别的舒适，特别好看，就它真的很适合坐飞机的时候穿。带娃坐这种长途飞机，我就给他们穿上睡衣，因为你上飞机就要睡觉嘛。我儿子不是，我儿子是他非常讲究，他是带着睡衣在飞机上换的。但我女儿就直接开心的穿着睡衣上飞机了。然后我就很受启发，我想说我下次坐这种10几个小时长途飞机，我就直接穿着好看一点的睡衣不就行了吗？就是我这次穿的这个，我还有那个 Calvin Klein 的那几件，粉色那件我也带来了，也是那种睡衣风的，但是白天你穿出去也很好看的那个衣服，那套我也有。这个黄色超好看，应该是 Arizia 的那个 Little Moon 这个牌子的。我这是一个 S 码，还挺大的，但是很时髦，完全不像睡衣。其实人家也不是睡衣，人家就是正常的亚麻的衣服而已了。Queens 的几条亚麻的那种裙子我也带回来了。Queens 刚分享过嘛，他们家真的性价比超高，我也带来了。然后我之前在那个无溢价好物，就同一期视频里面推荐的那个草编的凉鞋，就是那个草编的凉鞋配这个包，它俩绝配。之前不是跟你们说它可能有点高嘛，但是真是走路巨舒服。穿着这双鞋在衡山路这一顿走路没有任何的问题，唯一的问题就是下雨，但是它底下还是防滑的。我住在衡山路嘛，衡山路底下全是主理人，每天在楼下喝主理人的咖啡。这件衣服也是超级好看的小鹅黄色这种衬衫裙，然后它这个肩膀的话呢是可以轻轻拉出来一点，就是显得肩颈很漂亮。配了这个腰带，但大家记住，你系这个腰带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宽着系，要把它打开这么系，不要这样细了不好看，一定是粗了才好看的。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小衬衫裙儿，我有的时候会把它扎在头上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有点风格，就是也是属于那种你想怎么穿都可以的。这件我也超喜欢。后面那个 Parisa 王的那个背包我也带回来了，真的人见人爱。我每次背着它都会被人问，大家会觉得是不是 The Row， 特别的好看。你看夏天背也是好看的，而且里面能装很多东西。我觉得差不多，肯定是有忘了的，忘了就忘了吧，毕竟是对着镜头的无实物表演。其实我是想每介绍一件衣服呢，然后就穿给你们看啊什么的，但是因为我这个公寓太乱了，然后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够展示衣服的地方，我想那我就给你们看图片吧，因为毕竟我拍了好多的图片。OK， 那所有产品的那个我穿的 size， 然后链接还有折扣码我都会放到下面信息框，我觉得大家可以趁着年终折扣还很合算的话可以买啊。OK 了，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。
拜。